朋友们，佛陀说人生有8苦，分别是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五阴炽盛。其中求不得可以说是贯穿了我们的一生。想出生在哪，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家庭，由不得你，苦；想长生不老，永葆青春，由不得你，苦；想无灾无病，身体健康，由不得你，苦。还有我们很多痛苦，往往都来自于我们的得不到，欲望与现实的不匹配，各种各样的落差感。那么这个落差有多大，你就有多苦。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追捧无欲无求的状态，但是古往今来，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？其实人就是一团欲望，欲望得到满足就高兴，得不到满足就失落。你有多少时间处于失落状态，就有多少欲望被压抑，得不到满足。人有7情6欲，也会有贪嗔痴慢疑。欲望这东西并不可怕，我们本来就如此，与生俱来而已。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欲望来自于哪里，那你就难受了。所以什么叫欲望？欲望就是你未被满足的需求，你时常处于求而不得的状态。比如说你想买一个大别墅，但现实中呢，你只能住一个小平房，这个差距就是你的痛苦之源。你减肥想瘦20斤，但实际上你只减了2斤，那剩下的18斤就是你的痛苦之源。你会发现你越想得到什么，就越得不到什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能量的角度出发，为你揭开这个谜团，找到解决的根源，实现不求自得。好，首先为什么我们越在意越得不到呢？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疑问，不是说吸引力法则吗？越想要得到什么就越吸引什么吗？那为什么我越想有钱就越穷呢？我越想幸福快乐就越是烦恼不断呢？其实吸引力法则呢，它讲的就是能量，也就是只有顺从能量的角度，你才能理解和转化一切。因为一切的根源呢，都是能量的问题，一切都是能量的互相转化。而之所以无法转化，是因为你在这个点上的能量不足，也就意味着你在这个能量点上越匮乏，或者是越恐惧。当有些东西你很想得到，你害怕得不到的失落，那么内心的执念就会很深，动机呢就会变得不纯，甚至用力过猛，影响到本来的心态。当心态变得不自然，能量就无法转化，一旦转化不出来，你就着急恐慌，那么越着急越恐慌，你就越会患得患失，从而呢恶性循环。比如说你太想赢这个比赛，这反而呢让你在这个比赛中越加紧张，绷得太紧，思路呢也不够清晰，所以会适得其反。因为太在乎那个想要的结果，往往会忽略了过程。这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呢还不一样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呢，它指的是一种心念，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可以指引和矫正着我们的行动，是将能量聚焦于一点，时时刻刻呢都在围绕着这件事干的一种意思，而不是时时刻刻盯着结果，忽略了过程。所以我们本来有足够的能量和精力，能把一个点彻底打穿的，结果我们太过于分散，结果最后都是半吊子，没有结果。你现在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所有的求而不得，没有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是事情太难了，还是能力不行，或者是资源不够，还是生不逢时？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，根本是你太容易放弃，想立即看到结果出来，而还没等到结果到来，早已吓得自我放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念不定，既不能接受最坏的结果，
也熬不住诱惑的吸引，这才是你一事无成的核心原因。所以这些年你没有做成一件让你骄傲的事，这是人生的遗憾，更是一种悲哀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会开始把心念聚焦在一件事情上，与它产生深刻的链接，它的能量才会为你所用。当我们放下过度的期待，不再那么在意结果，而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细节，把心只在当下的事上，结果反倒是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。所以当你不强求、不执着时，在能量层面就是富足的状态，这便是不求自得、无为而为。其次呢，就是能量的失衡。世界始终会以它微妙而独特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平衡，白天黑夜，春夏秋冬，包括我们人也是如此，一呼一吸，一开一合，出入间完成吐故纳新，才能生生不息。就是当某一方面不足的时候，必然会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出现多余。比如说智不足则多虑，就是说当一个人智慧不足的时候呢，就会过度担心很多事情，诚惶诚恐，没有安全感。再比如度不足则多怨，当一个人的格局不够大时，看到的都是不公平，时间一长就会导致自己充满愤恨和不满，整天抱怨和哀叹。还有爱不足则多情，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关爱、理解的时候，往往就需要在另一个地方寻求补偿，企图找到让另一个爱承载自己的寄托。这不叫爱，这叫心理补偿，是很多悲剧的根源。其实说白了，求而不得，也就是没有符合这种能量的平衡。比如说你生病了，一方面你想要健康，另一方面你却还在不停地焦虑，这就是只有加法没有减法，违背了平衡。而真正想健康的人，根本不会纠结这些问题，直接去行动了。该运动就运动，该吃饭就吃饭，不会因为生病就茶不思饭不想，这样能量才能加减平衡。就像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，这些补充的能量要么会纠结内耗掉，要么干活消耗掉，总要一加一减平衡掉，处于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但很多人他不明白能量的来去方式，总是四处碰壁，又要得到又不想失去，最后问题越来越多，执念越来越重，戾气越来越大，剩下的只会是源源不断的痛苦和烦恼。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能量并不是存量。很多人以为补充能量就是存好多能量，但能量其实是流通量。什么是流通量？就是通畅的程度，越通畅你能够获得的能量就越大，而不是存量多少。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所以我们说的高能量指的是能量流通量大，而不是存量大。那些能量高的人都是比较通透的人，流量取决于通透的程度。万物的生灭变化，其实就是能量的来回流动。所以我们说想要得到，就要先学会给出去。你在不停地给，同时也在不停地得。你不得不给，也不得不得。给和得是同一个能量回路。乐于付出的人，他一定不会毫无所得。虽然他没有关注所得，但是他一定会有所得，因为这是能量的平衡法则。你付出后一定会有回报，虽然你付出的时候不想回报，但是你积累了福报。这个福报当时机恰当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回报回来。最后呢，就是我经常讲的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像有些东西迟迟不让你得到，其实是一种保护。有些东西太容易被得到，可能就是灾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能量不足，你是受不住的。
就像用再重1吨的拖拉机去拉5吨的黄金，结果就是车毁人亡。从能量来看，一切都是能量的转化。当你能量不足时，想要的东西不仅转化不出来，就算意外得到，你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平衡掉它。很多人喜欢走捷径，喜欢急功近利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往往都是以惨败而收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能量不够，所以既平衡不了突如其来的得到，又没办法持续转化想要的一切，最后往往就是适得其反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捷径它就是这世上最远的那条路。当你苦苦追寻却求而不得时，你应该明了只是自己的能量还不够而已。而当你有一天得到了，你该明了是自己的能量配得上了。所以得和失有区别吗？没有。你能量强了，它就来了；你能量弱了，它就走了。它跟你的能量状态是匹配的，所以你不用在意得和失。你的能量强了，它就来了；你的能量弱了，它就失去了。所以你只需要加强自己的能量不就行了吗？而且你的快乐幸福根本不来自于外界的人事物，它来自于你内心的深刻体验。你只要有匮乏，有恐惧，那么你就会扭曲地看待这个世界。你扭曲地看待这个世界之后，你就无法拥有做出正确选择和决定的能力了。你的念头、动作、你的方向、你的方法全部都会错，结果一般也不会好。你让匮乏感、让恐惧感支配你做选择、做决定，你就会很局限、很束缚，就会矛盾冲突不断，问题麻烦不断，厄运困境不断，烦恼焦虑不断。因为从这一念出发，它带来的、投射出来的都是这些东西，这就是内耗的本质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，看到求不得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，然后回到内在，放下自己的那些匮乏的执念、要求、期待等等，转向提高自己的能量，让能量在我们体内的运行是顺畅的，没有内耗的，让它在我们体内的流量和流速加大，你自然就能摆脱局限和束缚，做到不求而得。就像老子说的那句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